其实这些表面现象呢，并不能说明中国没有问题，是像馆长呈现的那样那么美好的一个地方。ChatGPT 真的很精，他说你问得非常好，你思考得非常深刻，台湾也有这样的问题。他跟我说，馆长所看到的什么外滩啊，什么南京东路啊，然后什么徐家汇啊，都是上海的一些门面招牌，但是在这个外表光鲜亮丽之下，有多少人过得非常辛苦，过得非常焦虑，他们的生活并没有表面看到的那么高大上。他这一次收益真的是非常不得了的。那我就联想到之前来到台湾的几个所谓的网红，什么杰克啊，什么 Sean 啊，你不是100%的反，你就是100%的不反。我觉得那个国家那个社会没有那么稳固的。我相信你们所谓的韭菜啊什么也不是白痴，也是有一点脑子的。厕所竟然有门，我想这不是一句废话吗？ Hello， 大家好，我是煮菜的奶爸狗狗，来自上海，因为爱情嫁来台湾，因为家庭和孩子选择留在台北生活。原本是2个小孩的全职家庭主妇，现在是一个设计。我目前呢就职于一家非常专业的专注于东南亚行程以及中国大陆行程的旅行社，就任美编的职位，时不时分享一些在台湾的日常生活以及我们旅行社的优秀行程。这2天最火热的话题之一，莫过于台湾网红馆长到上海，在上海行做直播。这一系列直播呢，我也时不时会看一下。那我本身作为一个上海人来说，一方面是可以解我的思乡之情，另外一方面呢，我也蛮好奇他去上海会去哪些地方打卡，会去哪些景点参观。稍微看过几段之后呢，我觉得他去过的一些地方，我还是蛮有发言权的。毕竟我是一个土生土长的上海人，在上海出生，在上海长大了30几年，才搬来台湾。目前在台湾住了差不多5年的时间。像他提到的磁悬浮列车，这条列车呢是开通于2002年，正式运营是在2006年，总长不到30公里，但是它的造价高达89亿人民币，也就是折算下来的话，平均每1公里的耗资在3亿人民币左右。这条线路的通车呢，把原本大概28分钟的地铁行程缩短到短短的8分钟。但是我不知道缩短的这20分钟的时间可以让多少没有赶上飞机的人赶上飞机呢？我不知道这样的人有多少，差这20分钟就赶不上飞机了。另外呢，我也不知道这一条票价高昂的磁悬浮列车，好像坐一次是50元，而地铁的话应该就是5元，比地铁翻了10倍。这样一条票价高昂的磁悬浮列车，到底有多少人坐过？以百分比来说，我相信是一个很低的比例。就像我本身是一个上海人，就没有坐过这条磁悬浮列车。那当然啦，身为一个小老百姓，这样一个世界级的工程，我没有办法去评判它的价值，因为它可能背后藏着非常深远的意义。说是它作为一个全国高铁改造成磁悬浮的一个试验道路，来做出这么大的投入。那像这种国家级、世界级的问题，我真的就不知道了。再然后呢，看到他去了徐家汇，那徐家汇我的感情就更深了。作为一个老徐汇人啊，出生在徐家汇，成长在徐家汇，身份证拿出来，前面的字号是310104，我相信上海人都会懂104就代表徐汇区，这是一个非常自豪的身份。说一个不太好、略带有歧视性的词，叫做嗓子狗、上只脚。如果有观众好奇的话，可以留言问我，我们私下告诉你。那话说回来，徐家汇确实非常漂亮，五光十色，纸醉金迷，让人流连忘返。前几年我回上海一次，也是专程去了一趟徐家汇。徐家汇可以说是我每次回上海必然会去的地方。一方面呢，是我的成长在那里；另外一方面，它确实是一个非常繁华的商圈，包括它周边打卡的一些景点也是非常漂亮，像徐家汇的天主大教堂啊，以及近几年才开设的徐家汇书院，也是现在一个网红打卡点。这边是徐家汇天主教堂，一直是一个打卡圣地，很多人会来这里拍照。我刚刚看了一下它的历史，是1910年还是光绪年间建成的这样一个天主教堂。然后天主教堂旁边也是一个目前非常新的一个网红打卡点，看这里在拍照，徐家汇书院。它好像是1955几年建成的，最初到现在已经搬迁了3次，最初是在天耀桥路上，然后现在搬到了这里。
这里应该是没有几年时间，我离开的时候还没有这个书院。之前听说要预约，但是现在好像已经热度没有那么高了，直接就可以进来了。是传说中的哈利波特学院，我们去看一下那个很有名的取景点。那再然后呢，你沿着天平路，也就是我出生的那一条路一直走，你会经过一个树德坊。树德坊那条弄堂就是我小时候长大的弄堂所在。那它因为政府的一些理由也好，借口也好，目前打造成了一个商业区，叫做衡山坊那它就是当初以另外一些理由把我们动迁出去，然后自己接手过来，做成了一个租金非常高的衡山坊。他在当中作为中间商收取了多少差价，我身为一个小老百姓就不得而知了。衡山坊，带大家进去看一下。我现在就在天平路320弄堂。这是我以前小时候的老家，现在已经改为一个类似于像新天地这样的商业区，但是它不是很大，可能就这样两条弄堂。我以前回家呢，就是从这个门进去，然后有时候没有带钥匙，就可以从这边围墙翻进去。这边以前是有一个台阶可以踩上去翻进去的，翻进去应该就是一个公用厨房，现在是一家餐厅的后厨，拍不到里面。给大家看一下，这是现在的金字门牌，天平路320弄20号，这是我以前的家。是我们当时动迁是说要造地铁，然后这边的楼房是属于危楼，所以建议居民动迁。其实也不是建议啦，就是强制居民动迁。然后因为上海那个时候的动迁一般分商业动迁和政府动迁，然后属于危楼的话就是政府动迁，所获得的赔偿就会相应少一点，商业动迁所获得的钱就会稍微多一点。所以呢，他就以政府动迁的名义把我们都迁走之后，大家可以看到现在是不是危楼？这个危楼还竖立在那里，然后都作为商业出租给一些商铺啊、饭店啊去经营。我就不知道这中间是怎么样的操作，反正怎么说呢？现在确实蛮漂亮的。走过这个衡山坊呢，继续往前走，就是现在非常知名的武康大楼。非常多的人会把它作为上海打卡的第一站。那个楼确实很漂亮，只是作为一个上海人呢，从小看到大，觉得有些不稀奇了。我知道武康大厦是网美景点，但是没有想到会这么火热。超多人在这里拍照，而且今天还不是休息日。还行，拍出来还没我护学的好。哇，真是都来朝圣一样。可以再放大一点。因为我妈以前小时候上班就会带我们去一起上班，寒暑假的时候，然后就每天骑脚踏车经过这条街，每天都会看到。没想到现在已经是这样的场景。所以看到那个楼下面很多人在朝圣，还有一种比较好笑的心态，就觉得这有什么了不起的，哈哈。而后呢，馆长还去了南京路步行街以及外滩，这两个地方呢算是上海的招牌门面了。我个人最推的肯定也是外滩它非常漂亮，可以说是万国建筑群。但可以说它这个线路比较大众化，也就是一般人去上海都会这样走，没有什么特色。那我作为一个上海人，可以分享给大家一条我私藏的比较精华的，可以算 City Walk 的上海城市步行线路，也就是我们第一站可以设在田子坊。不知道大家了不了解田子坊这个地方？它是由一个里弄文化打造成的新的商业区，里边有非常多的小商店和餐厅，非常适合去那边拍照打卡。那逛一逛田子坊呢，我们可以沿着思南路一直走。思南路可以说是一条非常安静、非常洋气的道路，它两边都种满了法国梧桐树，是法国梧桐树有一种香榭丽舍的感觉。然后呢，那条路其实居民不多，所以呢，外卖人员也比较少，相对就是很安静。而且天热的话，因为梧桐树密度非常高，整个道路被遮蔽在树荫下面，非常凉爽，风景也非常宜人。整条思南路上还有不少民国时期的一些伟人、一些名人，当然有很多是我不了解的，但是不妨你也可以去看看他们的故居，以及一个也算后期打造成的商圈吧。
叫做思南公馆的地方，它非常漂亮，那些老洋房改建的商店非常漂亮。再往前走呢，你可以走到淮海路，淮海路稍微弯一弯，绕到新天地。我相信新天地应该很多人都知道，是以前一个石库门打造成的商业区，里边也有很多商店以及餐厅，而且它附近有一些比较知名的历史景点啊，什么中共的一大会址啊，还有什么大韩民国的一个临时办事处啊什么的，也是蛮值得去看一看的。再然后呢，其实可以走一个分岔路，也就是你继续往上走，可以走到南京西路，穿过人民广场，走到南京东路，一路走到外滩。你往右走的话呢，可以走到城隍庙，穿过城隍庙，可以沿着黄浦江一路走到外滩。当然，你体力好的话，可以两边都兜一兜，兜一圈，走一走。总行程大概是在7、8公里左右。当然，一路有非常多的可以休息的饮料店啊、咖啡厅啊。到了外滩，我非常推荐大家去做一种叫做摆渡船的工具。摆渡船大家可能不陌生，但是非常多的游客会做那种观光摆渡船。我个人非常建议大家做寻常的摆渡船，那种票价只要2元。行人的票价是2元，那如果你有脚踏车或者电动车、助动车这样的工具呢，它的票价是3元。它是作为日常老百姓一个渡江的通勤工具来使用的一个渡轮，它的下层是可以直接脚踏车骑上去的，而上层呢，通常就是行人站在上面，坐在船舱里这样子。它的体验非常独特，我个人也非常喜欢坐这样的摆渡船，因为它跟游览的摆渡船坐上去看见的风景是一样的，都是黄浦江那个万国建筑群。在落日时分坐上去的话呢，非常漂亮，一直等到天黑，等到整个外滩亮灯，都是非常值得观看的。那至于馆长后来去吃的一个什么唐朝服装的宫宴呢，这个就是我来到台湾之后才新兴起来的一家餐厅，我当时没有这个体验。我上网去查了一下，它有包括晚餐和化妆，然后另外可以坐在那边吃边看表演，这样一个费用呢，大概是3000多块台币，整体算下来其实还是蛮有 CP 值的。我个人如果回上海的话，也非常想去体验一下。那我大致就看了他这样一些行程，还是蛮怀念上海的。如果有观众看到更多的行程，可以留言补充告诉我。其实我单纯的看完他这些行程，再回过头来看看他直播的内容，发现话题度也是非常高的，留言区也是非常激烈。我相信很多人是抱着不是单纯看他行程，看他去哪些景点的这样一个心态，包括我自己也是会带有一些额外的心态。有些人会想看他到底有没有翻车，有没有闹出笑话啊？有些人会想看他有没有触犯到一些敏感的线，一些敏感的底线，有没有踩雷啊？反而是我觉得像去看他究竟去了哪些景点的观众会比较少一点，因为现在已经2025年了，一个网络非常发达的时代，一个资讯非常发达的时代。如果你真的对上海有心的话，完全可以去网上搜一些它的景点功课啊，一些旅游线路来自己去亲身体验。我相信正是因为有一些额外的因素，才会让我之前回上海也去拍了一些上海的景点，观看量那么差，对不对？因为毕竟我不是一个非常有流量的网红，所以我在看馆长直播的时候，其实有时候也会觉得有一点奇怪，就像他会说什么厕所竟然有门，我想这不是一句废话吗？啊，我们堂堂大上海一个厕所还能没有门吗？让你大门洞开的朝着外面一泻万里吗？那后来我听一个台湾朋友跟我解释，说馆长之所以会这样说一些非常白痴的话呢，是故意要说给某些观众听吧。就是有些人一直会说什么中国大陆很落后啊，他们的厕所都没有门啊，于是他就故意这样对着干一下。那这样一种说法，我也是一定程度上可以理解。因为说句实话，我做 YouTube 以来，其实也是时不时会收到一些缺乏真实性，然后很不客观，但是非常负面的对于上海的评价，或者对于大陆的评价。包括我在这里生活的感受也是，就是电视新闻上一旦播到大陆，基本上都是负面新闻，像什么银行倒闭啦，什么楼烂尾啦。虽然这些情况确实是有，但并不是非常普遍。如果真的这是一个非常普遍的情况，我相信你们所谓的韭菜啊什么也不是白痴，也是有一点脑子的。就算没有太多脑子的话，每个人都是人不为己，天诛地灭嘛，涉及到自己的利益一定会反抗的。所以如果真的这是大部分的情况，我觉得那个国家那个社会没有那么稳固的。所以我觉得馆长这次的行程呢，也反映了另外一个问题，也就是在这个资讯非常发达的年代，反而是一些客观、一些比较中立的观点，大家不喜欢听，大家会觉得你这样的观点比较暧昧
比较懦弱，没有态度，没有立场。所以我在网上有看到过一句话，叫做你不是100%的反，你就是100%的不反。就是一定要让你站队嘛，而且要站得比较极端。你站得越极端，越多人会看，觉得哦对，就是这样，它会吸引到同温层的人群。这是我个人的理解啊，所以我也觉得这是一个资讯发达的时代的一种无奈吧。因为通过馆长这次上海行的一些事件，比如说有很多人送给他茅台啊，送给他烟啊，然后抖内他这一次收益真的是非常不得了的。那我就联想到之前来到台湾的几个所谓的网红，什么杰克啊，什么 Shawn 啊，他们出来的时候也是设了一个非常明确的立场啊，选了一边来站，让许多人马上就可以接受他们。那最后的结果是怎么样？我相信很多人都知道，只是说历史真的很难让人吸取教训，而是在不停的重复，很无奈啊，很无奈。我觉得像我这样还算比较温和的、比较客观的，就真的没有那么多的流量。像我做今天这期话题之前，也要参考 ChatGPT 给我一些客观的资讯。我就问他，我说馆长这次上海行有什么可以深挖的话题吗？ChatGPT 真的很精哦，他也很知道流量，很懂流量。他跟我说，馆长所看到的什么外滩啊，什么南京东路啊，然后什么徐家汇啊，都是上海的一些门面招牌。但是在这个外表光鲜亮丽之下，有多少人过得非常辛苦，过得非常焦虑，他们的生活并没有表面看到的那么高大上。我乍一听之下觉得，讲得很有道理，很深刻，现在的 AI 真厉害。但是我又反思了一下，我就问他了一个问题，我说台湾没有这样的情况吗？ ChatGPT 真的很精，他说你问得非常好，你思考得非常深刻，台湾也有这样的问题。那总体而言呢，我觉得馆长这次上海行的效果还是积极的。先不去谈它到底是好还是不好，但是整个效果我觉得是积极的。它可以让两岸的人民更加深沟通，哪怕是吵架，也可以知道对方真实的心声。这也让我想起之前我发生的一件事情，就是有一个台湾朋友，不是一个，是很多个台湾朋友给我听科目3，然后问我知道这首歌吗？我说什么是科目3啊？他们就跟我说，这不是你们大陆的东西吗？其实我觉得很多台湾人对大陆还是存在一定的误解，或者说没有了解得很深透。大陆真的很大，你不要去说它的南北差异，说它的东西差异，就连省跟省之间差异都非常大。不要说省跟省了，同样一个省，什么江苏省都是所谓散装的一个省，江苏的每一个地区都有各自的文化、各自的历史、各自的习俗，大家的差异真的都很大。你也不要说一个省内了，就连我们上海市每一个区都有各自的文化，区都有分上支脚下支脚这样的文化鄙视。所以像馆长这次上海行呢，我们时常在台湾会听到什么中国很落后啊，中国的人民过得很辛苦啊，那边很不自由啊，人民很冷漠很麻木啊。但是馆长反映出来的确实是城市还比较先进啊，街道也没有非常肮脏，然后跟他接触的一些人都非常热情。其实这些表面现象呢，并不能说明中国没有问题，是像馆长呈现的那样那么美好的一个地方，而是我们有时候太习惯于单一叙述，而忘了像中国大陆这样一个非常大的地方，它是非常多元的，非常复杂的，非常多角度的，然后它还时常在变化，变化的非常快。好了，我是煮菜的奶爸狗狗，我来自上海。以上就是我对于上海馆长去直播的这样一些个人的观点。如果大家喜欢的话，请按赞和订阅。那如果大家有一些不同意见、不同看法的话，我也非常欢迎大家有各自的留言，出于礼貌的留言啊，非常希望听到不同的声音。那我们下期再见，感谢各位。